他生平大小战役70余起，无一败绩。他歼灭韩魏东周联军24万，他大破楚军，迫使楚国迁都。他一战歼灭赵军45万，堪称战国第一战神。他就是大秦武安君白起，为战国时期的杰出军事家统帅，被称为人屠杀神战神，与李牧、王翦、廉颇并称战国4大名将。说起白起，就不能不说魏冉。正是因为魏冉的举荐，才有了白起的出世。魏冉为芈月同父异母的弟弟，秦昭襄王嬴稷的舅舅。秦武王举鼎死后，也没留下什么子嗣，各个兄弟开始争夺王位。魏冉帮助嬴稷登上了秦国的王位，并在一段时间内把持着秦国的实权。秦昭王14年，举用白起为将军，派白起代替向寿领兵攻打韩魏东周的联军。伊阙之战发生在现在河南洛阳龙门镇，此战可以说是白起的成名之战。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实力日益强盛。经过秦惠文王嬴驷的巩固，这时的秦国早已不是变法前的弱秦。到了秦昭襄王嬴稷时，便把兼并六国提上了日程，而此时的六国也是一个不如一个。公元前294年，秦昭襄王趁韩魏两国局势动荡，派向寿夺取了吴使，派白起夺取了新城。韩国马上派使臣前往魏国请求支援，这下两国有了共同的敌人，秦国又是同盟关系。魏王命大将公孙喜随即派兵前去助战，于是韩魏两国倾全国之兵对付秦国。后来东周也派兵加入联军，共计24万人，而秦国的兵力还没有联军的一半多。白起抓住韩魏两军主将都不想先与秦军交战的心理，利用疑兵假装进军韩军，引出韩军主力后抽调精锐，转身杀向魏军。魏军是毫无防备，仓促应战，被杀得片甲不留，将联军击溃，击杀主将公孙喜，全歼联军24万人，并占领伊阙。此战秦国大获全胜，韩魏被杀得献地求和，白起一战成名，也从左庶长升至国尉，主管军政，比项邦低了一级。伊阙之战胜利后，可以说是扫平了秦军东进之路。公元前281年，楚襄王被某个不自量力的人用楚国过去的光辉历史和今天的耻辱刺激，搞得楚王又有了攻打秦国的心，真是不知死活。于是就派使臣去劝别的国家和他一起攻打秦国。本来两国还算是友好了几年，虽然楚国也是被威逼的，秦王听见了肯定不愿意，你要来打我，我就先把你给打疼了。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27年，秦国派大将司马错伐楚，楚军败，把上庸汉水以北土地割让给秦国讲和。这都不算完，秦昭襄王28年，秦国再派白起再次伐楚。秦军在白起带领下长驱直入，迅速攻打并占领了楚国在汉水流域的要地邓，在现在湖北襄阳北，一直打到楚国的别都鄢城。秦军在鄢城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决定利用沂水从楚西山长谷出而流向东南的有利条件，在鄢城西边筑堤蓄水，并修长渠直达鄢城，然后开渠灌城。楚人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这水会淹到自己。鄢城的东北角被河水泡烂，城中百姓被淹死数十万，水面上都飘着臭掉的尸体，楚人也称此成为臭池。而后又率军攻打并占领西陵。秦昭襄王29年，秦国再次发兵攻打楚国，秦军势如破竹，攻陷了楚国国都郢，烧毁其先王陵墓夷陵，向东进兵至晋陵。楚襄王在兵败后被迫迁都。鄢郢之战，秦国大获全胜，占领了楚国西部长江以北大片土地，在此设立南郡。也是因此战，白起战功卓越，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白起为了淹鄢城挖的水渠，当时被称之为杀人渠，现在这条水渠已经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45年，秦军攻打并占领了韩国上党。上党郡守冯亭这个大聪明，不愿意降秦，
主动把上党送给了赵国，上党的百姓也纷纷跑到了赵国境内。赵国这个时候国力相对强盛，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公元前260年，秦国派王和向长平发起进攻，廉颇接连败退。廉颇失利后便修筑壁垒，拒不应战。赵王对廉颇拒不应战的行为十分不满，并且与秦国的议和方案也没有成功，加上廉颇又接连战败，赵王把主将廉颇换成了赵括。没错，纸上谈兵出自这位老哥。而廉颇被换也是在秦国的操控之下，秦相范雎派人携带1000金到赵国实行反间计，又派人到赵国传谣，说廉颇好对付，就是怕赵括将军。这话赵国是基本没人信的，除了赵王。于是赵王不听劝阻，硬是把廉颇换了下来。秦军也是偷偷把主将换成了白起。赵括也是不负秦国之望啊，把廉颇之前定下的战略全部推翻。而白起利用赵括鲁莽轻敌、缺乏作战经验的弱点，命令秦军假装战败。赵军也不知道秦国主将已经换成了白起，于是乘胜追击，追到了秦军营地，但就是打不进去。白起命令一部分部队绕到赵军后方，切断赵军后路，又命令一支部队插入赵军与营地之间，将赵军分割成2支部队，又命令切断赵军粮道，赵军只能转为防守，就地扎营，再做突围。在赵军被断粮的40多天之后啊，赵军内部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所有的突围都没有成功，主将赵括在强行突围中被乱箭射死。赵军在无人指挥后纷纷向秦军投降，白起将降军全部坑杀，加上之前的秦军前后总共杀了赵军和上党百姓45万人，天下震惊。在长平胜利之后，白起大军准备攻打赵国国都邯郸，要一举消灭赵国。这次就轮到赵国的反间计了，派人贿赂秦相范雎，范雎劝秦昭襄王把白起调回来，赵国也割让6城求和，秦昭襄王就同意了。后来秦王见赵国违约，还把许诺给秦的城池给了他国，还与他国联合起来打秦国。因为白起病倒，于是令王陵率军20万伐赵，赵将廉颇率领赵国军民拼死抵抗，秦军久攻不下。白起刚刚病好，秦王便命白起接替王陵。白起假病不干，还说秦军必败。秦王命令下了好几道，白起就是不去，不管真病假病，那就是不去。后来实在没法了，白起只能带着病体上路。到了杜游，秦王和范雎以为白起还是抗命不去，便派人赐剑，令白起自刎。一代名将白起在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50年自刎身亡，死后被葬于都游，今咸阳城东郊渭河北岸任家嘴。白起墓也被陕西省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人对白起一直不明的是，他是否真的带领军队杀了那么多人？毕竟战国时期不比我们现在人口这么多。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200万人，白起占了1/2。战前会对双方的军事、政治、国家态势，甚至第三方采取的可能应对手段来精确计算。司马迁称白起为料敌河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秦军也在白起的带领下征战列国，大大削弱了6国的实力。虽然在白起死后6国联军攻秦，但6个加起来都没打过秦国，弱6国也为秦始皇日后统一6国打下了基础。而我们只能从死亡数字上面来感叹这位战神的强大。那么大家对白起有什么看法呢？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